认知差到底有多可怕？县城出来的普通人想要成为一名演员，到底有多难？大家好，我是北漂4年、理工科出身的女演员宇舒田。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我们熟知的演员、明星或者是文艺工作者，大部分来自于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或者是来自一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原生背景。这个五一假期我在学舞蹈，很多人都认为演员肯定是从小就多才多艺。其实我的很多特长都是20岁之后才学的，并不是说我小时候父母不舍得给我花钱，只是他们坚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每年他们宁肯花费数万元为我补习理科，都禁止我接触文艺。当高一萌生走艺术生道路的想法时，父母以家族无相关从业背景以及学艺术等于承认自己笨为理由否定了。小城市的偏见认为只有差生才会去学艺术，好强的我当然不想承认自己脑子笨，于是便继续硬啃理科。然而物理还是常年徘徊在50几分。高考时理科严重拖累我的成绩，在山河4省的激烈竞争中，我仅以超1本线10分的成绩考取一所普通的大学。那些理科天才上课睡觉，下课打游戏，仍可取得高分，而我却用假期填鸭式的补习，光着脚也追不上。后来才明白，我那是用自己的短板硬磕别人的长板。其实从小运动会100米栏破纪录、入选合唱团等文体天赋早已体现，但班主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嘲讽和家人参加运动会会影响学习的训诫，让我始终羞于正视和展现自己的闪光点。我结识了一些科班出身的影视从业者，问及如何说服父母让自己去学艺术时，对方惊讶道：“需要说服吗？我想去学，父母就送我去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怕不怕我不知道，但走影视圈，它确实是不管用的。共情力强的演员，构图天才般的摄影师，光影魔术师般的灯光师，皆可被视作聪明人。认知差让我比科班演员落后了20年。如今的我只能以不再年轻的将近30岁的身体追赶本该在20年前开启的艺术启蒙。现而当今互联网丰富的资讯也重塑了我父母的认知，如今他们也为我的演员事业而喝彩。啃了半天的理科虽然终未学成，但我却在常年倒1的绝望里淬炼出了钢铁般的意志。那些解不开的题教会我抗挫力与厚脸皮，物理永远及不了格的噩梦也终成我今日勇闯影视圈的铠甲。很庆幸互联网的出现，的确消减了很多地域和家庭的壁垒，如今的少年不必困顿于信息茧房。我更庆幸自己在20几岁便觉醒了出走的决心，而未在一个让自己不发光的岗位荒废一生。也庆幸自己在20岁之后也学成了一些足以写进演员简历里的特长。希望所有的挣扎都在尚有选择时挣脱桎梏，而非暮年回首才惊觉已被驯服。为了自由，加油！